感謝小夥伴的支持，非常感謝。Hello， 大家好，這裡是風琴佑。很多小夥伴是不是都在因為雙人挑戰賽而發愁呢？比如組隊職業、技能、站位等等。那在這期影片，我就給大家盡可能講明白不費腦的各個邏輯，讓大家可以知道什麼情況下進行什麼搭配。那我們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吧。本期節目由風琴佑獨家贊助播出。什麼？你要白嫖？那給個免費的贊也可以，因為這對我真的很重要，謝謝啦。首先，雙人挑戰賽和四人組隊最大的區別就是組隊時不穩定的職業組合。我在這裡給大家舉一個例子，就明白了。雖然對於絕大部分區騎士都是人數最少的職業，但是在四人挑戰賽中只需要一個騎士，而這就意味着一個區只要騎士的人數佔比為1/4，就可以滿足每支隊伍都能擁有一個騎士。即使騎士在台，你的區的人數佔比只有10%，也依然意味着你有1/4的幾率可以組到一支騎士，對吧？而在雙人挑戰賽中，一個完美的隊伍則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每支隊伍都有騎士，就意味着整個區有一半的玩家都是騎士。介於大部分區中的大部分職業都是鬥士，這也就意味着你在雙人挑戰賽中遇到雙鬥士的隊伍會遠遠大於其他任何的職業組合。可惜的是，這並不代表你可以在技能搭配上針對鬥士，因為一旦你遇到什麼騎士加術士的組合，很可能你會提前 GG， 甚至都不會對上你針對的那支隊伍。雖然能有一個騎士會讓你勝率直線上升，但大家也都很清楚，基本上整個區只有5%的隊伍有資格與我們的騎士大人一同作戰。所以在組隊這方面，確定組不到騎士的小夥伴實際上不用太擔心哪兩個職業在一起更好，畢竟大家都跟你一樣，每個職業都有幾個輔助技能，所以即使是兩支相同的職業也不會有太多影響，自己在技能上做一些微調就行。雙人挑戰賽這個玩法出現的起因，就是因為四人挑戰賽會混進太多人機，為了保證能有更多玩家能與真人進行戰鬥，才研發出來的玩法。所以本質上依然是多人挑戰賽。技能這塊大家要是懶，直接照搬4人的配置就行。反正除了獨一無二的騎士大人要挨打以外，其他職業都能走輸出就是了。通常我倒是不太建議大家去針對你所預測的某一個最終對手，我指的是冠軍賽，因為針對的結果很有可能會讓你在混到最後之前就倒下。4人可以很容易預測你的對手，但是雙人不建議，畢竟你遇到同戰高手的幾率幾乎等於翻倍了，同時你還會有職業搭配上的壓力。比如2個你家鬥士，結果在到冠軍賽之前遇上了騎士和術士的同戰組合，那你們很有可能要栽在這裡了。這屬於天生的職業克制，很大程度上說什麼技能搭配都不好使，只能認栽。技能搭配，我強烈建議大家根據自己隊伍來進行搭配，而不是去考慮別人的搭配。我會舉幾個簡單的例子，嘗試讓大家清楚與不同職業組隊時候的搭配邏輯。畢竟光4個職業能夠出現的組合就有高達16種。由於鬥士玩家整體偏多，所以很大概率你的隊友會是一個鬥士，同時你的敵人也有很大概率是有鬥士或者雙鬥士的組合。對於高戰玩家來說，打鬥士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拉滿輸出，不區不是縮血，鬥士也沒有術士那樣絕對閃避以及直接閃爍到技能範圍之外的機制，只要傷害夠高，沒有什麼是解決不了的。通常雙鬥士組合都會至少有一個鬥士會帶塑形，不過很有意思的是，只有一個鬥士的隊伍，很大概率他們家的鬥士不會攜帶塑形。所以對於術士來說，到底是帶兵法強制，讓只有3回合輸出能力的浴血鬥士拖到浴血結束，還是玩風法讓他們原地罰站，就看自己的選擇了。對於賢者來說，由於大部分隊伍沒有騎士，所以很大程度上說戰鬥節奏會比較快，走輔助流其實意義不大，不如走輸出。
而且你也很难依賴讓一個職業去打輸出，秒掉對面2個人。鬥士肯定是全輸出的，即使是雙鬥士，頂多敵戰的帶個速行，純輔助肯定是不好使的。騎士就不多說了，4人挑戰賽的技能搭配照搬總是不會錯的。總之，不要妄想自己能打輸出就是了。很多玩家可能會擔心，因為更有可能遇到高戰，導致自己更不容易拿到更高的排名。對於前3的玩家來說，是的。不過對於大部分高戰玩家來說，其實沒什麼好擔心的。每個區的高戰就這麼幾個，戰力都是和平民斷層領先的。前8依舊是8個位置，不會多也不會少。增長你一個大氪或者是中氪，無論如何都不會掉到16強的。相反，你要是原先4人組隊，系統給你3個垃圾森之國人機，反而倒是更有可能進16強。對於小氪玩家來說，隨便組一個中大氪，基本上進前8也穩了。因為這種數值碾壓的遊戲，一個大氪打2個中氪，就當史萊姆一樣刷了。不知道大家對雙人挑戰賽有什麼看法呢？如果大家有什麼好的雙人挑戰賽思路，也可以在 Discord 進行分享。那我們下期再見，拜拜。